都给老子快走，别磨蹭！造孽啊！我明明在 A 国战场当军医，一颗导弹炸下来就穿成了流放犯人了。穿越前，原主顾灵乔放着好好的江门嫡女不跑，被二房挑唆，竟然迷晕亲爹，偷取布防地图给野人。顾家通敌叛国，暗律满门抄斩，但念其旧功，改判流放边荒。那野男人可是敌国奸细，事情败露后，原主直接连累全家流放边陲。丁，专属隐形药仓空间已激活，仅限存放，取用无限医疗器械与各类药材。隐形药仓，这是我的金手指。哟，这不学无术、好吃懒做的大小姐挨了一鞭子还能站起来？你这祸害怎么还不被阎王收走啊？记起来了，这是顾家二房媳妇，捧高踩低、落井下石的好手。原主在她的挑唆下，变得性格跋扈、好吃懒做。二婶放心，我就算是死，也定然死在你后面，绝不会让你如愿。你一个差点毒害亲爹的白眼狼，还有脸跟我？不惜微弱，瞳孔变大。原主只是给亲爹用了迷药，不会伤及性命，怎么会这么严重？顾灵乔，你又想干什么？开第一次还不够，还要再补一刀吗？大哥，爹还有救！你们谁去找官差借用一下银针？娘去求官爷！娘，都这个时候了，你还信他那个混账？不好，爹没有心跳了，需要立马进行心肺复苏。顾灵乔，你好恶毒！爹都要咽气了，你还要这样折磨他？大王这回该上黄泉路了，通敌叛国的黑锅再没人能翻出来。爹，你醒了！什么？顾振山居然醒了！丁，顾振山生命体征暂时稳住，生命值10。若持续失血加低温，生命随时骤顶，急需避风处急救。我刚刚看到这顾振海睁眼了。是啊，我也看到了，心跳都没了，这都能救活。都围着干什么呢？雷大人，雷大人，流放路上最不能得罪的便是雷和，手握押送大权，所有流放犯人都拼了命想巴结讨好。雷察言，顾振山半死不活的，留着也是累赘。雨夜山路意外身亡，罪事干净。二房记您这份情。大胆顾灵乔，竟敢在流放路上滋事，扰乱队形，找死！眼下万万不能同他硬碰硬，雨势越下越大，父亲重伤体弱，根本经不起淋雨，还是救下父亲比较。官差大人，暴雨越下越大，不出片刻就会有山洪泥石。我们先找个地方躲避，不然所有人都要埋在山里。一派胡言，少吓唬等官，不过是怕挨鞭子，想找借口躲惩罚罢了。大人，您常年押送犯人，往返这条山道，最清楚此处山势凶险。这几声闷响便是山土松动的征兆，再耽搁半刻，别说我们这群犯人，连您都无处可逃。这群囚犯死了也就死了，老子的命可不能丢在荒山野岭里。都给老子快点走！前面破庙避雨，要是敢耍花样，老子把你们全剁了喂狼！双腿骨折导致坏肌，伴随严重脓毒洗症，必须立刻放血排毒，施针辅助心脉。顾灵乔，刚才你只是侥幸救活父亲，现在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大哥，我是在救他，再不施针，父亲就真的要没命了。救他？你为了私奔，连爹都能下毒，你现在还要拿这些古怪的针害他，你还有没有心？顾家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全是因为你这个好色无脑的祸害。乔儿，三娘求你了，放过你爹吧，
他已经这样了，你非要让他死不瞑目吗？娘的伤是刚刚去借银针，硬是没有官差借的，磕了好几个才没事。原主是多愚蠢，才害得至亲受尽委屈，遍体鳞伤这般局面。娘，大哥，我知道我从前混账，罪孽深重，求你们再信我最后一次，我一定会救好父亲。父亲真的快没命了。信？从前我们信你多少次，最后换来什么下场？你说啊！无论如何，你这个害人精，我绝不让你再动爹一根手指头！大哥，今日我若救不回爹，我这条命任由你处置。川儿，让你妹妹试试吧。你爹已经这样了，再不试，就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行，你治。无处诊断启动，患者高热败血病并发急性喉痉挛窒息，建议立刻排脓注射抗生素，否则10秒内脑死亡。爹，这不是要死，这是热毒攻心引发的急症喉痹。什么喉？大哥娘，要想爹活命，现在立刻去破庙后面的石缝里找新鲜的野生石斛，越多越好。好，川儿，我们快去。有我在，爹的性命算是保住了，应该很快会苏醒。雷差爷，您快看啊！这花痴疯丫头分明要把人活活扎死，毁尸坏容，分明是借机作妖，蓄意害命！大人，你快阻拦他呀！谁让我拿了顾家二房的钱呢？趁顾春母子不在，我速速解决了顾振山和顾林桥二人。老子这几天肚子总像针扎一样疼。顾林桥，在老子眼皮底下还敢装神弄鬼，谋害亲爹，看老子不剁了你！不要！要动我女儿！顾振山竟然活了！脸色竟都红润了许多，这还是将死之人吗？娘，你看见了吗？爹活过来了，爹真的活过来了！该死，顾振山怎么活过来？万一查出来通敌叛国的黑锅是我们嫁祸给他女儿的，咱们往后还有安生日子吗？我能不知道吗？先闭嘴！说不定大哥只是回光返照。顾林桥这丫头从前大字不识几个，更别提什么医术，根本不可能救人。对啊，顾林桥连个连翘和车前草都分不清，谁晓得你是不是又憋出什么印度法子，故意折腾你爹，省下棺材本，拿着银子去贴补外头不知廉耻的野男人？二婶，我若当真有心害人，头一个遭殃的，便是此刻叫的最凶的。这疯丫头，她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看来是有人生怕我活着，是吗？大哥，你这说的什么话？我们一家人会怕着你出事，都是一时心急，口无遮拦罢了。二婶二叔，方才我自救之时，你们百般阻拦，一口咬定我蓄意谋害亲父，转头我又亲眼瞧见二叔偷偷私塞银两给雷差爷，暗中撺掇官差对我们父女下死手。两位不妨跟大伙说说，你们到底意欲何为？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大哥大病初愈，我们不耽误你休息了，先走一步。他们不说，雷大人不妨你来说，他们是不是偷偷私塞银两给你了？一旦承认自己收受贿赂，官位难保，干脆倒打一耙，把罪责全推给二房。好一对狼心狗肺的东西！竟敢私下贿赂本官，还好本官心智坚定，否则想拖我下水一同治罪。今日我便好好教训你们这两个居心叵测的小人！干得漂亮，小妹，他们活该，你说是吧，爹？顾家大房害我被鞭打一身伤，我必须出了这口恶气。臭小子，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当众扳倒长辈，眼里还有没有尊卑礼法？
下犯上，不分辈分。大房已经彻底废了。顾川，你不过是个连路都走不稳的死瘸子。往后到了流放地，你们大房还是只能像狗一样趴在地上，向我们二房摇尾乞怜。儿子，顾振海，他可是你亲侄女啊，他的腿已经废了，你这是要了他的命啊！你竟敢殴打长辈，大逆不道！你是第一天知道我大逆不道的吗？记住这种疼，再敢动我家人一下，我保证让你们亲耳听见自己全身骨头一寸寸断裂的声音。顾林桥，你放手！你想拿我这张腿折腾什么？乔儿，你别伤了你哥！都给我退后！这是我们大房祖传的周光碧气金针疗法，此神术施展时见不得半点光亮，更闻不得生人气息。谁要是敢偷看，不出3日必将浑身溃烂，七窍流血，暴毙而亡。系统，取出利多卡辛局麻药，一次性无菌注射器，速度快。丁，隐形医疗储物空间已开启，物资即刻提取完毕。这怎么可能？我的腿一点都不疼了，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大哥，都说了是老祖宗显灵，你就老老实实配合，瞧好吧。毫无知觉，我的腿当真没有一丝痛痒了。顾林桥，你这施的到底是什么邪门妖术？这不叫妖术，这叫老祖宗封魂术。算了，说多了你也不懂，你就安安静静的躺好吧。大哥的腿已经这么严重了，却在流放路上一声不吭，钢铁般的意志。什么钢铁？这味道真是不输二婶那张3天没刷的嘴。我先去刮除坏死变黑的组织。大哥别怕，等你腿痊愈之后，你就是顾家的铁骨铮铮，连风湿痛都得绕着你走。行，小妹说的对。终于结束了，把这2颗长生不老药吞了。另外，大哥，你这条腿刚被我治好，12个时辰内要是敢落地，我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经历过这些事，我知道小妹绝不会害我，我听小妹的。累坏了吧？快吃！这是娘刚才用身子捂着的，还温乎。娘，这馒头硬的能割掉我的大门牙了。没事儿，娘给我的都好吃。从前，全家人都宠着原主，就算是在流放路上，也把好吃的都给原主，自己吃剩下的黑面饼。娘，从今天起，我们1人吃1半。大房这几个人要是活到流放地，咱们二房就永无出头之日。必须让顾林桥今晚就死。这是什么？你采摘这个干什么？这个是断肠草，我把断肠草汁水混在水里，诬陷他给大家投毒。死丫头，
老子看你这次怎么活！兄弟，这水里有毒！雷禅爷，救命啊！我看到顾林桥那个疯丫头刚才悄悄把断肠草的毒药加在官差大人们的水囊里了，她这是要毒死所有的官差大人们，好带着大房全家逃跑啊！顾林桥，我要你好看！死丫头，敢毒害当朝官差！本差爷现在就一刀剐了你！不可能，这绝不是我女儿干的，大人明察呀！娘，别怕，我来看看中毒人的症状。粘液发黑，伴有刺鼻的腥味。这泥水洼里还飘着2片残留的草叶，边缘呈锯齿状，叶脉泛红。这是断肠草，断肠草毒性极强，入口即封喉。可这2个官差虽然在打滚干呕，说明毒素纯度极低，是用生草叶在冷水里粗糙捣炖后混进去的。有人在现拔现捣。雷差爷，刀拿稳点。我要是真想下毒，直接在你们随身的干粮里撒一把砒霜，省时又省力。何必用这种现拔现捣，连草药渣都没滤干净的断肠草来砸自己的脚？口说无凭，除了你们这群心怀怨恨的犯人，还有谁会给官差下毒？雷差爷，断肠草有个致命的特性，它叶片多汁，其汁液辛辣，捣碎时一旦沾上皮肉，见光后便会在皮肤和指甲缝里留下洗不掉的深绿色印记。谁下的毒？查一查在场所有犯人的手，不就一目了然了？去，把所有犯人的手都给本差爷拉出来，一个一个过火把。谁的指甲缝里有绿汁，当场给老子剁了！快，手伸出来！我是清白的，大人饶命！完了，要被发现了！你快去大夫！不好了，雷普也中毒了！怎么办？黄绿色粘液不带血，右上腹有明显的压痛和反跳痛，这根本不是断肠草中毒，而是典型的慢性胆毛炎急性发作。雷恒虽然贪财，但在这条流放路上还算守规矩。要是他今晚疼死在这儿，换个更变态的官差来接管，我们大房怕是难活。救他一命，就当是给自己买个长期保险。都起开！他这不是中毒，若不想让他疼死在这儿，就退后3步。顾姑娘，我们都知道你医术高明，求求你了，救救雷大人吧！顾神医。行了，我会救的。丁 B 超扫描完成，重度胆囊炎合并多发性胆结石，建议立刻推注坚苯3分，配合服用特效排石药物。注射完了，我再给他吃个特效药。雷差爷，放轻松，深呼吸，跟着我的节奏，吸气，呼气。对，痛感马上就过去了。不疼了，当真一点都不疼了。顾神医，您真是华佗转世，神仙下凡啊！神仙不敢当，可本姑娘不是白看病的。往后这流放路上，你就得多照顾一下我们，这样你肚里的病，我自然会帮你治疗。多谢神医，我雷恒定结草衔环，竭力报答。顾家的人听着，外面准备了牛车和白面馒头，赶紧收拾东西出来。哎呀，雷差爷真是体恤咱们，还给我们二房准备了牛车和细粮。瞧见没？这牛车、白馒头都是官府特意配给我们二房备下的。有福气的人才配得上这些好东西，不像某些人只能眼巴巴看着了。我们不稀罕，娘，小乔，我们走。装什么清高？嘴上说不稀罕，指不定心里馋得抓心挠肝。可惜再好的吃食、安稳车子，轮不到你们一房半分。滚开！谁让你们动这牛车和细粮的？雷差爷，官差大人刚才不是说给顾家人准备的吗？说起来，我们还没好好谢谢雷大人呢。顾家人，你们也配？给老子在后面用腿走！大人，是不是弄错了？是啊，雷大人，
我给你塞了这么多钱，这马车本该是给我们的。滚！再多说一句，我废了你们！顾神医，路途遥远，这牛车是本差役特意给你们准备的，车上还备了干净的水和细粮。您几位请上车。给我们准备的。是啊，娘，大哥上车吧。哟，二叔二婶怎么坐在地上？天色不早了，侄女就先上车了。这怎么可能？也不知道镇山这身子还能不能养好，川儿的腿还有没有可能重新站起来的机会？林巧姑娘，前日若非你以一身医术搭配祖传金针救我性命，我这条命早就交代了。这6个鸡蛋是我的一点薄礼，还请你收下。多谢雷头费心。小妹身子单薄，这3个你单独吃，剩下3个我们爹娘3人分一分。从前原主处处苛待家人，可爹娘大哥从来没有记恨过半分，想来实在心酸。大哥、爹娘，你们不必事事迁就我。当初若不是一味纵容溺爱，我也不会变得骄纵莽，轻易被外人挑唆利用。这事怎么能怪你？往日都是二叔一家在你耳边搬弄是非，再加那个沈公子花言巧语哄骗，才让你误会了家里人。我们又怎会苛责于你？他日若是再撞见那个欺骗原主的男人，我定要和他好好算一笔旧账。大哥，我如今已然想通透了，往后有吃食咱们全家平分。我先去给爹娘打些清水来。好，巧儿真的懂事了。一路长途奔波，爹娘和大哥身体都亏空严重，必须补充些能量，才能撑住后续路途。爹，喝点水润润喉咙。娘，大哥，你们也分着喝点。玉华，你发现没？巧儿如今和从前判若两人，今日还主动让出鸡蛋，心里时刻惦记着我们。爹，小妹是真的幡然醒悟了，就连雷头整的急症都能治好，等同于救了咱们一家的性命。家里遭遇抄家流放，尝遍世间冷暖，巧儿定是受了重大打击，才分清谁是真心待她之人。我的女儿本就是心善的好孩子，凭什么咱们二房日日啃草供果腹，那死丫头单凭一手医术就能拿到官差赠送的鸡蛋？不过是昙花一现的运气罢了，她得意不了几日，不过是凑巧救了人，真当自己医术通天。我倒要看看她往后是否还有这般好运，但凡有一次救不好人，便让她再无任何可能。小妹，这股寒气格外刺骨，爹的气色看着很差。爹本就体虚亏空，连日阴雨又加重了寒症。大哥，把你身上的破毯子再多往爹胸口盖一密。都杵在原地干什么？赶紧把人扶起来！好。他浑身烫得如同炭火，身子软得没有半点力气，根本站不起来。近日气温忽冷忽热，兄弟们连日吃干冷干粮，大半人都染上风寒，还伴着持续腹痛腹泻。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郊野岭，去哪里寻郎中诊治？雷头岭，众人是风寒侵入内里，再加上饮水不洁，诱发了急性肠胃炎。若是不尽快退烧止邪，今晚怕是撑不过去。那你可有法子医治？自然能治，立刻生火加锅烧水。把这药汤趁热喝下，身上的不适便能缓解大半。几根野草也敢吹嘘能治病，纯粹是装神弄鬼糊弄人。咱们静观其变，看他等会儿如何收场。头领趁热饮用，半个时辰之内便能退烧。头领万万不可轻信他，从前他心性偏激歹毒，难保不是借着汤药下毒，想趁机逃脱流放。休要胡言！昨夜他才救我一命，断然不会下毒害人。走。好，我肚子完全不痛了，浑身都舒畅，这汤药实在神效。顾姑娘，是我有眼无珠，错怪了您，多谢您出手救下我们一众弟兄。治病救人本就是医者分内之事，不必行如此大礼。你们都记牢了，从今往后顾家大房是我的救命恩人，谁都不准刻意刁难。是啊，头。
小妹，冷风一吹，伤口灼烧一般刺痛。你切莫乱动，我施针为你止痛。乔儿，烈日底下赶路，你渴不渴？我这里还剩一点清水。爹，我不渴，您自己留着补水。空间仓存了数百瓶生理盐水与葡萄糖，根本不用担心缺水。娘，你醒醒，别吓我！这位行行好，有没有懂医术的？快来救人！昨日顾林桥连官差的重症都能治好，区区中暑于他而言不算难事，你快去求求他。他昨日在官差面前风光无限，你好好磕头哀求，说不定愿意出手相救。顾姑娘，求您发发慈悲，救救我母亲！往后我甘愿为您做牛做马，报答恩情。做牛做马就不必了，我先查看老人家的状况。病人重度中暑昏迷，需立刻急救。瞳孔散大，心力衰竭，属于危险重度热射病。高温导致舱体降温，高阶药剂需等待3分钟冷却。偏偏关键时刻掉链子，老太太撑不过1分钟，只能持续按压维持生命体征。按来按去跟揉面团一样，若是治不好，趁早准备后事。前日的医术怕是全靠运气，实则半点真本事没有。大哥雷头领，快来搭把手！大哥，你的伤腿万万不能落地，快把外衣脱下来。雷头领，借你的黑色披风一用。顾姑娘，尽管拿去用。你们一人扯住衣角，搭在老人头顶，遮挡烈日。折腾得如同搭戏台，若是救不活这人，这件披风就只能拿来裹尸。降温完毕，强心药丸、无菌银针已送至衣袖。这取药速度实在塌塌，回头非得吐槽一番。我娘的手动了！折腾这么久，依旧不见起色，人恐怕已经断气。他这是医出人命，理应偿命。再多说一句闲话，休怪我不客气。我怎么会躺在这石板上？娘，是顾神医把您从鬼门关拉了回来。顾姑娘真是厉害啊，可不是吗？顾姑娘是神医呀！我千叮万嘱让你安分不动，伤口又裂开流血。大哥，去往流放地路途还远，好在沿途有这种破庙暂作歇脚之处。你的腿伤万万不能再折腾恶化。你看这伤口，肿得跟发面馒头一般，再乱动伤势只会加重。方才实在情急才动了身子，下次我一定乖乖躺着不动。再有下次，我就不再给你医治了，省得白白消耗药材。别啊，小妹，我再也不敢了。镇山，你竟能下地走路了！多亏乔儿每日给我的甜水，如今身子轻快，多走几圈都无碍。小妹，是我拖累了你。往日我还暗自疑心你的本事，实在糊涂。都过去了，大哥，我也有很多错，不必计较那些。把汤药端给爹娘吧。天助我也！这般污浊的水喝下去，大宋一家必然重病缠身。这水污秽不堪，若是喝下，怕是要染上烈性急症。不喝便要渴死，喝了极易染病，你们自行抉择。头领不必发愁，这是马池县黄连熬制的防疫汤药，众人分一碗饮用，能有效抵御痢疾。顾姑娘，你真是我的救星！
所有人立刻排队领药，胆敢拒不服用者，以鞭责罚。娘，快给爹服下，他断骨正在愈合，急需补充营养，千万别舍不得。爹，若是刺痛，你尽管出声，不必硬撑。浑身暖洋洋的，好似小虫在骨头缝里轻挠，半点痛感都无。菩萨保佑，镇山总算好转了。再过几日，您便能如常行走。乔儿，这段时日辛苦你了，你的医术甚至胜过京城太医院的御医。御医专为权贵诊治，我只是熟能生巧，算不上高明。乔儿从前连甘草黄连都分不出，针线活更是一窍不通，如今竟能把断腿缝合的比绣品还要规整，这事实在诡异。乔儿，你跟爹说句实话，从前草药都认不全，如今既能把晕死老人从鬼门关拉回来，还能缝合你哥的断腿，你到底藏着什么来历？坏了，今晚怕是要暴露穿越的秘密。爹娘，大哥，我真真切切是你们的乔儿啊！从前我被二叔一家挑拨离间，又被沈燕花言巧语蒙骗，猪油蒙了心，才闯下滔天大祸，害得咱们顾家满门抄家流放。流放路上我昏睡过去，梦里见着顾家列祖列宗，爷爷拄着拐杖把我狠狠打了一顿，骂我是顾家将门有史以来第一败家女。先祖打完我不算，强行往我脑子里灌了一套西洋医术，逼着我洗心革面撑起顾家。爷爷放了狠话，我再动私心杂念，他夜夜托梦教训我。镇山，你快看，这哭声，这模样，还有他屁股那块红台剑，半点假不了。是顾家先祖不忍咱们家绝后，特意赐下医术护住乔儿啊！爷爷生前最疼小妹，这起死回生的本事，定然是先祖显灵降下的神迹。乔儿，是爹糊涂，不该胡乱怀疑你，让你受委屈了，都怪爹没用。提示：重度风寒诱发急性喉头水肿，气道完全堵塞，需立刻开展急救。所有人往后退，别围在这里堵空气。大姐，喊几个人扯破旧衣物搭个遮挡，别让冷雨往人身上灌。大家伙快睁大眼睛瞧瞧，他手里这根亮晶晶软管子是吸人阳气的妖躯，正经郎中哪会拿管子捅人喉咙？他分明是中了邪，想把活人炼制成形尸。说的没错，咱们可不能靠近，当心被这妖女牵连。什么妖气？不过是医用插管，真想找杯珍珠奶茶压压火气。大伙快看，妖女下手把人害死了，快动手把她抓去烧死，不然咱们全都要遭殃。在场所有人都亲眼看见了，她平日里装菩萨，背地里是杀人妖女。雷头领，赶紧把她拿下！人都凉透了，你还不跪下认罪，给张三偿命！顾震喊你摸摸良心，乔儿一路救了多少官差百姓，你身为亲二叔，不感恩，反倒处处说他坏话，与他作对。小妹这身医术是顾家先祖所赐，你三番污蔑她是妖女，是质疑过世爷爷，还是根本不配进顾家祖坟？二叔二婶这般默契，不去说评书，真是埋没本事。把堵在喉咙的淤血全部吐出来。
当家的，您总算活过来了，方才快吓死我了！我的天，真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了！顾姑娘简直是华佗转世。就是，顾姑娘这一路救了多少个人？你们怎么可以污蔑顾姑娘呢？这丫头命实在硬。等到流放村李庄，我专门布下死局，让全村人都认定他是杀人凶手。爹娘，大哥，你们快看，我们终于到李庄了！官差大人，一路风餐露宿，实在熬人。我手里攒了不少私房银，村头那处青砖大院子，我包下了。跟我走吧。流放村有规矩，没钱置办私院，只能住村委废弃公房，那屋子破败不堪，条件极差。破败倒也无妨，通风干爽，不容易染上风湿。劳烦头领带路便是。顾姑娘，往这边走。屋子虽简陋，但好歹是咱们一家人的落脚处，人齐齐整整在一起，比什么荣华富贵都强。川儿，咱们去屋后砍些干竹子，先把屋顶这几个漏雨大洞修补好。好嘞，爹。您在下面递竹子，我身子利索，爬梯子修补，交给我。光靠先祖传的医术换不了米面，空间里的药也不能当饭吃。先上山采药换钱，解决一家温饱才是头等大事。爹娘，我去山上看看有没有值钱的草药，给咱们家补贴公用。好，乔儿，一定要注意安全。顾姑娘，村里人人都在说你路上救了无数人，求你发发善心，救救咱们整个村子吧。村长别慌，慢慢说。二顺身上的疹子是怎么染上的？村里爆发急性季症，奇痒钻心，传染速度极快，大半村民都中招了。要是治不好，县衙就要派兵封锁村落，到时候咱们所有人都要困死在这儿。看似灭顶的危机，实则是送上门的营生，正好攒钱养家。村长放心，我这药方对症稳妥，药汤喝下不出半个时辰，众人病状便可消退，绝不会连累村落获罪，招来封锁。此地百姓多染皮肤顽疾，铃兰石试剂能止瘙痒，硫磺固粉能消毒杀菌。不出半日，村民们的病都能治好。不痒了，身上那股钻心痒瞬间消了。顾姑娘，这是活菩萨下凡。举手之劳，一剂药只收3文钱，实惠管用。这丫头一来，我的神药半文钱都卖不出去，断我财路，这事儿绝不能善了。县医大人，这丫头手段邪门得很，我有一计能把她彻底赶出村子。村头那费劳张老汉已经油尽灯枯，您应当知晓吧？哦，你有什么绝妙法子？这一包乌头毒粉，你悄悄掺进顾林桥给张老汉的汤药里，等明日人一死，咱们就煽动村民，说是顾林桥开药毒死人，到时候全村人都容不下他。妙，这计策天衣无缝，咱们就这么办。妖女出来逃命！顾林桥一心贪图银钱，胡乱开毒药，害死张老汉。今日大伙合力把顾林桥乱棍打死，给死者偿命！大伙冲进去，砸烂顾林桥的破屋，把顾林桥拖去进猪笼。大哥，先别急，他们是故意栽赃架话。昨日顾林桥收进咱们的血害铜钱，今日就毒杀病人，这般心狠手辣的妖医，岂能容顾林桥活在世上？天降正旨，
乃是上天惩戒，顾灵桥用邪术逆天行事。如今神灵索命，不烧死顾灵桥，全村人都会跟着陪葬。顾振海，你良心被狗啃了！桥儿开的全是温和草药，何来毒杀一说？分明是顾振海你暗中设下毒局栽赃。诸位乡亲擦亮眼睛，昨日张老汉还拉着小妹道谢，一夜骤然暴毙，其中必有猫腻，切莫被人利用。少废话！杀人偿命，天经地义，速速交出妖女！我女儿轻重医术救遍全村，你们反倒恩将仇报，于心何忍？小妹若有心害人，何必日夜守在此处行医？二叔，我本想放下过往恩怨，与你井水不犯河水，可你屡次步步逼近，非要往我至亲身上捅刀子。既然你执意找死，今日这场对簿堂的大戏，我陪你演到底。张老汉费劳缠身多年，我的汤药只能缓解病痛，绝不可能致人七窍流血而亡。满口好话，人明明是饮下你开的药才暴毙，铁证如山，你还想狡辩？七窍流血是乌头碱断肠草剧毒发作独有的症状，二位一口咬定是我汤药害人，敢当众开棺验尸，一辨真假吗？你想干什么？荒唐！休要胡乱折腾死者，冲撞神明！顾姑娘，开棺刨尸乃是流放村从未有过的大忌，若是惊扰了神明，引起新一轮疮疾爆发，你担待得起吗？村长，真凶一日不除，下毒之人就会继续下毒。今日死的是张老汉，明日说不定就轮到村里其他无辜的百姓。您身为一村之长，难道想放任一个随时会投毒的杀人犯在村里闲逛？好，顾姑娘说的有理，人命关天，若是平白冤枉了神医，也是本村的损失。雷头领还没走远，今日老夫就做主，将张老汉的尸体移至村委义庄。顾林桥，若3日之内你验不出毒药，大房全家便主动去黑矿商服苦役，你可认？3日之内当众剖验尸身，若毒药出自我的药方，我甘愿认罪伏法；若是有人暗中投毒，下毒之人等着行省衙门全套刑具伺候。锁了，二叔你要干什么？顾林桥，就在义庄和死尸相伴反省。村长有言，3日拿不出证据，你们全家尽数发配黑矿山，永世做苦力。区矿山就想下毒，格局小。张老汉，今日委屈你片刻，我定揪出下毒真凶，还你清白。果不其然，乌头碱，世人蓄意谋杀，铁证已经到手。什么味儿？我怎么闻到一股火油的味道？顾林桥，别怪我心狠，你双手诡异艺术留着，终究是祸患。今夜一把大火，让我的这具死尸一同化为灰烬。顾振海，你简直丧心病狂，草菅人命！烧得一干二净才好，没有尸体作证，看顾林桥如何翻盘！你怎么可能从大火里活着出来？只可惜阎王爷都嫌我医术高明，不肯收我顾林桥这条命。走水了，一场走水了！哎，方才屋外烈火熊熊，这般滔天火势却分毫伤不到顾林桥半分。寻常凡人怎会不惧烈火？他根本就是妖邪附体！我们是在替天行道，驱邪保命。今日不除掉这妖孽，日后全村必定惨遭祸事，覆灭殆尽。难怪自打他来到村里，怪事接连不断，祸事不断。
原来是她这个灾星妖女带来的不祥之兆。天诛妖女，保全全村，除此妖孽，方可避祸。除掉妖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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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立刻住手！谁敢聚众作乱，军法处置。大清早煽动百姓闹事，扰乱流放管制，你当真以为我雷腾的鞭子不敢打人？昨夜你纵火焚尸，无非是想销毁下毒证据，只可惜我拼尽全力保住了尸身与毒证，今日当着雷头领的面当场验毒。老巫医，若你问心无愧，为何要烧死我？莫非昨夜研磨毒药之时，早已料到东窗事发？若大家不信我清白，那我便当众验尸，彻查张老汉死因，还我公道，也给全村一个真相。好，留出验尸空间。大家快看这妖气！顾林桥要抽干尸血，销毁证据！快上前砸碎此物！铁器入尸，死者魂魄永世不得轮回！快阻止顾林桥！谁想动我女儿？先踏过我顾镇山的尸身！谁敢上前一步，就算废了这条残腿，也要拦住你们！乔儿，别怕，娘在这儿。二叔这般急着毁去证据，莫不是心虚了？诸位请看，银器遇剧毒，即刻发黑，正是乌头碱独有的毒性。老汉胃里只有你二人下的毒药，半分我的汤药都没有。二叔不妨凑近闻闻，是不是你亲手研磨的毒粉气味？一派胡言！谁知道你针管里提前藏了黑水？单凭一根簪子，岂能定我顾镇海的罪？大叔，把酒递过来。乌头碱属烈性生物碱，但凡亲手研磨、触碰之人，毒素会嵌在皮肤纹里，3日水洗都无法清除。烈酒活血，能逼出皮下残留毒素，沾染之处即刻灼痛起泡。二叔巫医大人，敢伸出双手用烈酒验一验你们的清白吗？我的双手清白无半分毒素，现在轮到你自证清白，请吧。来人，把这2个下毒恶毒死死按住，不许躲闪！大人冤枉！我乃是沟通神明的仙者，怎会下毒害人？这是顾林桥的妖法陷害我，我根本没有碰过毒药啊！啊！有烈火在啃我的皮肉，痛死我了！我证，全是顾镇海逼我下毒，求姑娘赐我解药，饶我一命。连奄奄一息的老人都要下毒手，心肠歹毒到极致。之前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冤枉姑娘，实在是有眼无珠。乖女儿，你没事就好。夫人，你撑住，千万别有事。娘，你怎么了？母亲连日忧心劳思，心气衰败，肺络破裂大出血，唯有后山绝壁的新鲜血剑草入药，方能稳住性命。乔儿，你娘这高烧怎么半点退不下去？再这么烧下去，人怕是撑不住啊！这可让我们怎么办？爹，您先稳住心神，再这般慌乱只会乱了分寸。娘连日担惊受怕，心力耗绝，伤及肺连，寻常草药只能暂缓一时。想要根治，必须取后山绝壁有的新鲜血剑草入药，缺了新鲜血剑草，今夜关口很难熬下去。
顾姑娘，万万不能上山！废太子九王爷，前些日子遭朝中奸人陷害，被百般折磨。昨夜臣看守苏信，拼死逃进后山密林。如今朝廷大批搜山官兵层层围堵整座大山，见山内行人一律直接斩杀，绝不留活口。你此刻进山，等同于自投死路。可我娘的命最重要，官兵要抓人尽管去抓，但若挡我采药之路，休怪我不顾情面。大哥，你留下来守好爹，寸步不离照看娘亲。若是有人上门敲门，不管是谁，一律谎称家中染上烈性传染皮肤病，切勿开门。好好的夜晚不能安安稳稳守着家园，反倒来深山林雨采药，这穿越流放的日子，真是实打实的磨难打击。子熙兄，九王爷身受重伤，绝对跑不远。但凡撞见山中路人，一律拿下，胆敢反抗，直接格杀。真是不容易，居然能在这鬼地方采到新鲜的血溅草。有这株药，娘的热毒总算能彻底清了。不对，这血腥味太新鲜了，还混着腐肉的臭味。流放荒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这味道实在不对劲。这怎么有个人啊？还戴着面具！喂，你醒醒！这人身上全都是疤，还都是新鲜不久的，几乎没一处好皮肤。这人身份绝不寻常，脉搏细若游丝，心率微弱到极致。这人受尽酷刑折磨，不止外伤，他体内还掺了多种烈性混合气毒，外伤发炎叠加毒素攻心，才陷入深度昏迷。算你运气好，刚好撞上。别乱动，这一针能不能稳住你的性命，全看你自身扛不扛得住。不好，有人来了！恶贼，竟敢谋害我家主子！拿命来！住手！我是行医之人，方才是在救治你们主子。救治？我家主子身中剧毒，遍体鳞伤，你一个流放村妇何来救人本事？方才分明是持暗器暗算他。冷侍卫，不必和这刺客多费口舌，直接杀了为主子报仇。说，是谁派你来的？我家主子身上这些重伤，是不是这群爪牙下手造成的？我都说了，我只是路过此地。方才我要是不出手相救，此刻他早就凉透，变成一具死尸了。满口谎话！你一身粗布麻衣，手无寸铁，拿什么救人？方才你那套怪异动作，分明是暗中给主子下毒，想要彻底断绝主子生机，真是愚不可及！你敢无视我，找死！慢着！主子如今性命垂危，这女子行迹太过可疑，不能让这女子轻易赴死。拿捆绳把这女子反绑带回据点，严刑审讯，一定能问出背后主使。动作轻一点，蠢！主子，你怎么了？冷大哥，主子没气了，并且完全停了。是你，一定是你刚才打的毒针发作！你这个毒妇，我要杀了你为主子陪葬！有本事你就砍，
这一剑落下，你们主子再无半分救活的可能。你这话什么意思？这是排毒的正常反应。我打的解毒药剂正在逼出萧楚燕体内混合剧毒，现在立刻带萧楚燕回去继续调理。毒素反噬会直接烧坏萧楚燕五脏六腑，想保住主子性命，现在立刻带路，不然你们只能准备后事。走，带回营地。这两人恩将仇报，早知道我被五花大绑在木刑架，我就不救那个面具男。我最后问你一次，你注入的到底是什么毒药？解药在哪儿？背后指使你的人是谁？冷哥，主子情况越来越糟糕，浑身发烫，皮肤渗血水。别跟这女子废话，直接上大刑！我就不信撬不开这女子的嘴。尽管动用刑具，但我提醒你，萧楚燕全靠我那一针吊着性命。没有我调配的排毒药剂与消炎药物，萧楚燕撑不过2个时辰。如今天下只有我能救她。你们这般恩将仇报，实在愚蠢。现在动手杀我，2时辰后，你们主子只会五脏溃烂，死无全尸。你好大的胆子，敢诅咒我们主子！现在就毁了你这张利嘴，看你还敢胡言乱语！主子醒了，主子醒了！住手！我们去见主子。主子，您总算醒了，属下护主不离，罪该万死。唉，这人还没死，你真是好运气，碰到本姑娘了。方才是什么人？我记得有个姑娘救了我。姑娘？那个村妇不是毒害你的人吗？放肆！她在哪儿？快带我去见她！是，王爷。朝朝暮暮常相见，虚心相约，如风中夜尽缠绵，与情比相恋。谁伤了他？属下该死，属下以为这村妇意图谋害主子，才一时糊涂，请主子降罪。糊涂？王若再晚醒半分，是不是就要将本王的救命恩人在这竹楼活活烧死？属下不知姑娘竟是主子的解药，属下罪该万死。还不滚过去解开！哼，早知道你们绑我，我就不救你们主子了。姑娘留步，外面全是追兵，你一个弱女子。这姑娘居然不怕官变，有如此阵地，医术更是了得，绝非寻常村妇。姑娘，本王体内的残毒，若无姑娘的灵药，本王活不过7日。你既然知道自己活不过7日，就该好好管教你这2个侍儿。哪有人把恩人绑在刑木架上，甚至还要动刑？是本王治下不严，让姑娘受委屈了。本王这条命是姑娘给的，只要姑娘肯留下施救，本王保你在流放之地，永无后顾之忧。令牌花纹雕刻如此细腻，这人一直自称本王，难道他就是？你就是那个被满朝追杀的九王爷，萧楚燕？是，就是本王。本王求姑娘救命。可以，但我可不是白看病的，你需要支付一下医药费，
只要你能治好本王，金银财宝、封号荣华，你想要什么，本王皆可许你。王爷中的是紫叶枯奇毒，我已经用金针暂时帮王爷压制了3成毒素。若要根治，必须连续7日行针，期间绝不可动用内力，否则毒素攻心，神仙难救。要彻底治好这病，需要1000两白银，得先付定金500两。要这么多？你莫不是狮子大开口？既然嫌贵，没有钱给你们家主子看病，那我就走了。阿莫，不得无礼。姑娘，是属下无知，答应姑娘的，本王自然1分不少。去拿500两银票。果然是九王爷，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有了这笔钱，不仅能给母亲买药，更能让全家人在流放地过上好日子。今日时候不早了，我母亲病重，我消失了这么长时间，家人该等急了。明日此时，我会准时来给王爷行针治疗。爹，别慌，小妹吉人天相，一定会没事的。爹，大哥，我在这儿。乔儿，你去哪里了？这么长时间没回来，爹担心死了。你要是有个3长2短，爹也不活了。爹，大哥，我没事。我在山上遇到了个受重伤的贵人，我用医术救了他。他承诺会给我1000两白银作为医药费，这是定金。小妹，你要小心，在这深山中绝非良人。放心，大哥，我心里有分寸。现在最要紧的是母亲的病，我们快回去。爹，大哥，你们先出去守着，不管听到什么动静，都绝对不要任何人进来。母亲，稍微有点疼，你忍一下。乔儿，我好像不难受了，身上也有力气了。玉华，你醒了，你真的好了。乔儿，你真是我们大房的福星。小妹，这药竟然如此神奇。爹，这是我今晚在山上救的那位贵人给的诊金，他身份非凡，是当朝的九王爷萧楚燕。九王爷，乔儿，这皇家贵胄的恩怨深似海，咱们怎么能收他的钱？这要是被发现，可是要掉脑袋的呀！是啊，小妹，我们如今已是流放之身，若是被官差发现我们与造反被追杀的九王爷有染，大房必死无疑。爹，大哥，富贵险中求，九王爷中了奇毒，在这流放之地，只有我能解他的毒。这500两是他求着我收下的诊金，也是我们大房在流放地站稳脚跟的资本。你们就别操心了，今晚好好休息，明天我去集市买些米粮和肉，我们全家人好好吃一顿饭。小妹，这可是我们流放以来第一次能吃上个正经饭呢。大哥，今日我亲自下厨，给你们做一顿丰盛的大餐。店家，这精白米、细面粉各要50斤，还有那上好的菜油，给我来1坛。哟，姑娘，这精白米可要上100文1斗，细面粉也贵得很。你们这流放村出来的穷鬼，买得起吗？睁大你的狗眼看看，这些够不够？够！姑娘您稍等，小人这就给您装车。流放这么久，
我从未敢想还能过上这般日子。小妹，多亏了你。哟，大房真是出息了，全家流放苟活，居然还有银子买精米肥肉，扯新布做新衣，莫不是偷抢来的不义之财吧？顾林桥，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哼，陷害你二叔坐牢，如今你们大房却开始吃香的喝辣的，你这个大逆不道的妖女！大家瞧瞧啊，这丫头流放了，还敢在外面作乱，怕是要连累我们整个顾家族人，被官差砍了手脚。二婶嘴下积德，我顾林桥的银子是凭一身医术堂堂正正挣来的诊金，光明正大。倒是二婶你，整日游手好闲，只会盯着我大房算计，不想着踏实度日，真丢顾家人的脸。今日我好心置办家中，你若再敢当众造谣抹黑我大房，我便直接去找流放官差雷头领，告你蓄意挑事，煽动族人，扰乱流放秩序。算你狠！恶人自有恶报。对了，二婶，有空还是多去大牢里看看二叔吧。这顾家二房若是心底坦荡，心里没鬼，何苦躲在暗处这般酸言酸语，暗中算计？依我看，是有些人的脸皮早就掉干净了，见不得别人家半点好。哥，我们回家，爹娘该等急了。好，小妹，咱们回家。钱财到手，家人温饱无忧。接下来，只需慢慢用药调理父兄身体，彻底站稳脚跟，不惧任何人刁难。哎呦，乔儿、川儿，你们怎么买了这么多好东西啊？是啊，爹，今天我下厨给你们做好吃的。这一路多亏了乔儿照顾我们，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吃什么都知足。大家吃完饭都早点休息，尤其是小妹，最近你太累了，今天碗筷我来收拾。爹，这是我用采来的草药特制的舒筋散，对您的腿伤有奇效，我先帮您敷药正骨。乔儿，这药敷上去暖融融的，痛处确实减了半分。可这药效如此神奇，我们如今是流放罪臣之身，若被外人瞧见，怕是会招来祸端。爹，大哥，你们先把这药水喝下去。至于外人，我们只说是寻常山野草药熬出来的，没人能查出底细。乔儿，喝完感觉身体恢复了许多，我站起来走走试试。我的腿竟然一点都不痛了，彻底好了。爹，我的双臂也不疼了，力气比以前还大，真的全好了。乔儿，你的医术是老天爷给咱们大房留的活路，往后我们全家都听你的。乔儿，如今我们一家的身体都痊愈了，再也不是你的累赘。你一个姑娘家天天往深山里跑，太危险了。
没错，小妹，从明天开始，大哥陪你一起上山采药，我替你背药楼、防豺狼，咱们大房同舟共济，绝不让你一个人扛着。乔儿，这些日子委屈你了，往后有爹娘、大哥陪着，再难的路，我们都同你一道走，不必凡事应承。爹、娘、大哥，有你们在，我不怕了。仔细找找野生药材，纯天然山生草药，药性远比寻常空间种植的药材更容易掩人耳目。乔儿，你看这株是偏爱阴湿之地生长的地丁草。从前在京城，我曾听太医院老太医提及此物，能清热解毒、消肿散结，专治外伤淤积骨毒，药效极佳。爹，您的眼力半点未减。这草药看着平平无奇，内里药性纯粹厚重，搭配我的独门针灸法子，能加速驱散那位贵人经脉深处淤积残留的毒素。乔儿，那位贵人身上的毒，当真凶险到这般地步吗？母亲，他体内所中之毒名为紫叶枯，药性阴邪霸道，日夜不停侵蚀脏腑经脉，若是没有定时药力压制，随时都会毒发羽毛。这7日疗程缺一不可，唯有我的草药与针灸能够彻底根除毒，保住它，便是我们顾家翻身脱困最牢靠的依仗。小妹放宽心，有大哥在，没人敢过来打扰你治病救人。但凡有人心怀歹念，暗中算计，先问问我手里这根木棍答不答应？是谁躲在暗处窥探？二婶，你一路鬼鬼祟祟尾随我们上山，到底打的什么主意？难不成又想暗中设计陷害我们大房？我只是瞧见你们大房每日上山，气色一天比一天好，猜想山上藏着值钱好物，才上来看看。这座大山又不是你们大房私产，凭什么只许你们采药？我碰都碰不得！二婶，你怀里攥着的根本不是普通草药，是剧毒川乌草。草汁一旦沾染皮肤，便会皮肉溃烂，若是误食，片刻之内就会肠穿肚烂，毒发身亡。你若是执意采回去换钱财，大可以亲自一试。二房一家真是贼心不死，往后我们上山采药必须加倍谨慎，万万不能让他们摸清我们的行踪与落脚之处。走吧，大哥，我们往竹林深处走，一路多加提防。不好，里面出事了，速速随我进去。王爷，您撑住，您感觉怎么样？快，主子撑不住了，立刻取出从宫中带出的万年雪参丸，给主子服下护住心脉。住手！万万不可！神医姑娘，这是宫廷御用保命秘药，大补元气，稳固心脉，乃是世间顶尖滋补良药，怎么会伤及主子性命？我先前分明叮嘱过你，所有药材必须经过我查验，才能给王爷服用。一旦药性相冲，只会激化毒素，让王爷当场毒发身亡。空间系统快开启，
检测药性与毒素相冲反应。他身中阴邪自夜窟，此毒遇上温热滋补药力，便会异变疯长。这雪参丸药性燥热大补，一旦入体，非但无法救人，反而会成为毒素养料，加速毒性攻心，让他瞬间气绝。立刻把药收好，再也不许随意拿出。听神医姑娘的，如今唯有姑娘能救主子性命，我们绝不能再添乱。空间系统已启动，调取特制银针与特效解毒药液。放宽心，就算阎王定了你3更归西，我也能留你活到5更。神医姑娘医术通神，举世无双。之前是我眼界狭隘，行事鲁莽，险些酿成大祸。冷漠在此，叩谢姑娘救命大恩。神医姑娘，今日这份救命大恩，本有永世铭记于心。九王爷不必挂怀，安心躺下静养即可。体内5成毒素已经清除干净，只是这紫叶窟极为狡猾难缠，白日药性平稳，晚夜便会反扑加重。这几日切记万万不可调动半分内力。有姑娘在身边，本王心中全无担忧。此件是为行事无礼，委屈姑娘了。等一切风波尘埃落定，本王定会给姑娘一个妥善交代。管好你手下2人，便是对我最好的交代。冷漠，你说神医姑娘会不会因为我们昨日鲁莽行事，心生芥蒂，不肯给主子用好药？切莫胡乱揣测。神医姑娘心怀仁善医德，绝非心胸狭隘之人。昨日若是姑娘出手迟缓半步，主子早已撑不住。都怪我们当初有眼无珠，险些害死主子，也险些错害恩人。往后面对神医姑娘，必须恭谨恭敬，凡事听从吩咐。这九王爷虽戴面具，但这身段倒是极佳，今日行针倒是不亏。长风，去将刚烧开的沸水端过来。盛放针具的器皿必须反复烫洗3遍，不能沾染半点尘土寒气。我这就前去。神医姑娘先前特意叮嘱，主子此刻经脉大开，最忌寒邪与污秽之物，我记在心里了。神医姑娘，这几日以来，你衣不解带守着我。如今我体内大半眼液窟都已清除干净。自从我中毒之后，京城无数太医全都束手无策，唯独姑娘一次次将我从鬼门关拉回。九王爷不必说这些温情说辞，我是生意人，出手救你，纯粹是看在你许诺的1000两白银份上。本王活了26岁，身边之人无不是敬畏我、惧怕我，或是暗藏心思算计我。唯独你，数次将我从鬼门关拉回，却始终对我疏离淡漠。到如今，本王尚且不知姑娘完整名讳。名字不过一个代号而已，九王爷知晓又能如何？难道能加速你排毒，或是多抵1万两诊金？可本王早已对你心生眷恋。
这本该殒命荒野的残破身躯，第一次想长久留在世间，护你一世安稳周全。姑娘，可否告知本王你的真名？王爷的承诺未免太过廉价，听清楚，我姓顾，顾镇山之女，顾林桥。顾林桥，你竟是大将军顾镇山的嫡女，连这忠勇肃编却被皇后一党构陷通敌叛国的顾家满门。正是，我们大房便是那场冤案之后被流放至此仅存的顾家血脉。王爷这般神色，难不成觉得救你的人是罪臣之女，让你觉得委屈难堪？林桥，当年顾大将军在边境浴血厮杀，本王在朝堂多方奔走求情，终究没能护住顾家满门，多年来日日愧疚自责，万万没想到，顾家后人反倒成了我的救命恩人。本王在此立誓，必定为你顾家洗刷全部冤屈。王爷不必许下这般宏大诺言，先等王爷能平安活着走回京城再说。我顾家的血海冤屈，我会亲手一点点讨回来。乡亲们，这毛无一根本不懂医术，多年来用偏方假药坑蒙拐骗、乱开药害人，致使多人病情加重。今日，本廷领奉命将其捉拿归案，押解入狱。毛巫师虽然心黑，可他好歹能开个药方啊！如今他进去了，咱们这流放村连个会看风寒跌打的人都没了。要是家里的老人孩子病了，咱们难道只能等死吗？可不是嘛！前几天隔壁王大爷的腿摔断了，现在还在炕上硬挺着呢。咱们这穷山恶水的，去哪里找郎中啊？你们说顾家大房的那位顾姑娘，之前不是在流放路上救了好多人吗？咱们要不去求求她？我们去求求顾姑娘，大家随我一起去顾家大房。顾姑娘，老夫带着全村老小给您赔罪了，向前都是我们听信了那些安杂造谣。您医术逆天，品行正直，我们求求您，出手救救这满村的百姓吧！求顾姑娘大发慈悲，救救我们！村长，诸位，我顾林桥当初被你们指着鼻子骂恶女的时候，可没见有人出来说半句公道话。如今无医可用，才想起大房的好了。只要姑娘愿意行医，我这条命随姑娘处置。起来吧，行医救人，本姑娘应了。但我的医馆有我的规矩，谁若敢忘恩负义、寻衅滋事，依仗人心、肆意妄为、造谣生非，休怪我秉公处置，绝不姑息。开设医馆，我空间里的药材不能暴露，得想个法子给他们包装成古代药方，这样我的药材既不暴露又能挣钱，简直一举两得。空间仓库开启。乔儿，你这孩子天天在山里忙活，如今还要开医馆，千万别累坏了自己。娘，女儿不累，有您和爹爹、大哥在，女儿心里踏实。顾姑娘，
这是俺家刚收的一点红薯，还有这点柴火。姑娘心宽，不跟俺们这些妇人计较。俺们真是没脸见人。既往不咎。我开医馆，只看病，不看人情。只要你们守规矩，我自然一视同仁。姑娘，好久不见。开设医馆，本王特意来祝贺姑娘。本王带了点薄礼，还望姑娘笑纳。九王爷，本姑娘这小庙可容不下你这尊大佛。不过，既然王爷送了礼，那这诊费我就不客气的收下了。老人家，你这是常年吸入湿寒瘴气引起的顽固肺疾。毛无一先前给你开的寒凉药，是在要你的命。每日2次温水送服，3日之内必定止咳。姑娘，真有这么神？俺这病……神医，真是神医啊！一粒药就治好了俺10几年的老毛病。顾姑娘是活菩萨下凡啊！不必多礼，老人家。顾姑娘，我叫武欢，我想在您的医馆里当个帮忙的小厮，不要工钱，只求能在这里帮衬一二。武欢，我这医馆虽然刚开，但也并非不给工钱，你为何执意不要工钱，也要留下来？顾姑娘，不瞒您说，我爹爹早年因战乱死在战场上，我是我奶奶一手带大的。如今奶奶年迈，前天突然风寒，是姑娘用了1副药，便将她从鬼门关拉了回来。武欢家里穷，给不起诊费，只能用这身力气给姑娘抵债。而且武欢也想在姑娘这里学些粗浅的药理，日后好能伺候奶奶，不让她老人家受罪。罢了，既然你心意已决，那便留下吧。不过工钱照发，每日上山采药，我也会教你辨识一些本土的草药。但有一条，你必须记牢。姑娘请讲，武欢一定刀山火海，在所不辞。没那么严重。上山采药，第1条，量力而行，注意安全；第2条，陌生、鲜艳、含有剧毒的草药绝对不碰。你若为了采药丢了性命，你奶奶便真的无依无靠了。武欢记住了，谢谢顾姑娘。那小厮心性纯良，是个可塑之才。林乔收下他，倒是给这清冷的医馆添了几分温情。她是个孝顺的人，她奶奶体弱多病，常年营养不良。萧楚燕，待会儿去我大房的木屋，我要用空间里的灵芝和鸡汤，专门为她奶奶熬制1碗药膳，算是我这做掌柜的给她的赏赐。好，本王陪你一起熬。林乔这手药材，连本王看着都有些眼馋。那小家伙若是带回去，他奶奶定能药到病除。九王爷身强体壮，就别跟一个体弱多病的老人家抢食了。武欢这孩子做事本分，他奶奶寒气入骨，这汤里我特意加了空间温养的极品紫芝，最是温。
拿好了，这汤趁热带回去，让你奶奶分3次服下。路上慢些，别泼了。顾姑娘的大恩大德，五欢和奶奶这辈子当牛做马也报答不完。五欢这边回去，姑娘也早些歇息。小五，顾姑娘是个实打实的好人，咱们祖孙俩走投无路，重病缠身，无人肯搭把手，是她出手相救，免费施药，这份恩情，咱们永世不能忘。奶奶，我都记在心里。顾姑娘救命之恩，再造之德，五欢此生誓死效忠姑娘，赴汤蹈火，绝不反悔。川儿，虽然裴天纵如今自顾不暇，但皇后在边境苦心经营多年，驻防营里定然还有她的死忠党组。从明天开始，老夫在后院传授你顾家枪的破阵36式，你必须将功力底子练扎实，大防复仇的那一天快了。爹，我一定好好练。乔儿，快把这碗刚熬好的红枣百合粥喝了。你整天在医馆里忙碌，看病施针极其耗费心神。如今你爹和大哥身体都好了，咱们顾家已经站稳了，你不用再凡事一个人硬撑了。娘，女儿不累，有大哥和爹守在外面，女儿在医馆里安心的很。娘，我对不起你们。若不是因为我和那个姓沈的野男人私奔，我们也不会被流放。乔儿，不怪你，其实这些都是皇后和裴天宗做的局。当初我们顾家向着九王爷，他们就想除掉我们，才让那个姓沈的暗中接触你，实则好污蔑我。爹，我知道了，这里肯定有京城的眼线，我们一定要做好完全的准备。林乔，冷漠今天送回的消息，本王体内的紫叶枯残毒已经清除90%，受损的12正经也在空间子之的滋养下完全愈合，功力已达80%。当年皇后梁氏构陷顾家的密信原作，本王也已经查到藏在边境守备府的密室中，随时可以起火。王爷，那我们便在这流放村多囤积余粮与药材，等皇后的下一步动作，咱们就把他们一网打尽，拿着裴天纵的罪证和那封密信，风风光光的杀回京城，把千大坊连本带利讨回来。本将军的话，你们可听清楚，只要在这些旧防务记录上签字画押，承认当年亲眼目睹大将军顾振山克扣粮饷，通敌卖国，这些金子就是你们的。将军，这些老兵大多对顾大将军心存感念，万一有人骨头硬，不肯按手印，甚至私下向村民走漏了风声，不配合的，便将他们的良田家宅悉数充公，再用他们家眷的命去请他们画押。本将军只要结果，10日之内，100人联名通敌的铁证必须送往京城。主子，探子传回加急消息，裴天纵抓捕大批顾家旧部，软硬兼施，逼老兵签字画押，伪造通敌联名供词，10日之内便会送入京城。皇后梁氏与裴天纵一心斩草除根，伪证一旦入宫，顾家永世难翻案，我平反的谋划也会全盘崩塌。当年我在边关舍命守城，倾尽粮草抚恤将士，如今反倒被这般奸人污蔑。爹，今夜我独自闯守备府，
直接抢下所有假供词。大哥万万不可硬闯，我们如今人是流放罪臣，擅自闯入官府重地，当场就能被扣结官重罪。空间配套取证工具更好能派上用场，暗中拓印证据，远比正面厮杀稳妥。丁，解锁无痕拓印套装，取证无指纹，不留痕迹。你二人乔装戍边小兵，潜入密室，脱下全部伪造文书。爹和大哥留守村子，防备裴天纵派兵突袭。我随行掩护，若你们受伤，唯有我能就地救治。府内重兵埋伏，太过凶险，托证交给属下即可。你留在村中安稳行医。我精通毒里外伤，有我随行才能兜底。我们分工配合，不会出事。裴将军最近疯魔了，天天逼老兵画押，不配合就抄家拘押家眷。顾老将军从前待我们小兵极好，这般构陷忠良，早晚要遭报应。先解决巡逻衙役，别惊动院内守卫。短效迷香，起效1刻钟，气味淡，不易察觉。姑娘，存放卷宗密室在东厢房，门外有2名精锐侍卫死守。我翻侧窗牵制侍卫，你们趁机入密室拓印。1刻钟必须撤离，迷香失效会暴露行踪。原主被奸细沈烟蒙蔽，害惨全家。这一世，绝不会让顾家冤屈有事隐瞒。姑娘，裴天纵带人过来了，我们来不及完工。还有3份密信没有踏完，脚步声越来越近。踏好，立刻收好踏片，我进火制造火情，引走全部守卫。你们走后院密道，先行撤离。火情危险，姑娘跟我们一起走。我换仆役杂役服装，混在人群脱身。证据是顾家唯一希望。你们务必平安带回流放村，交给我爹。后院走水，所有人速去救火，不许放走任何可疑之人。万幸完整脱下皇后，裴天恒构陷顾家全部证据，平反终于有实质凭证。我在此等候1个时辰，日日悬心，还好你平安归来。所有证据全部到手，如今只等京城信使抵达边境，我们伺机调换卷宗。这是京城来的内侍，定是来取裴将军伪造的顾家罪证。此人是皇后心腹，一旦伪证送入皇宫，我们再难翻案。必须拦下信使，用我们手里的真罪证替换掉假供状。顾神医，近日裴天纵四处转换，顾家就不问话。村里不少人惶恐，若是需要庇护，我可以同入。雷头领，流放路上我救你，对你有救命之恩。如今皇后伙同裴天纵捏造罪证，构陷忠良。你是否愿意出手相助，护住全村，守住公道？顾神医吩咐，我万死不辞，绝不助纣为民。丁，调取官府同款卷宗布袋，外观无任何差别，可无痕调换。你借押送犯人的名义前往守卫，趁信使整理文书空隙调换布袋，将拓印罪证送入京城。
小妹，一旦被裴天纵识破，雷恒性命难保。雷恒心思缜密，行事谨慎，此番计划胜算极大。内侍大人，100名老兵联名供词全部齐备，送入宫中，顾家谋逆便是铁案。有毛屌冲撞朝廷官差，当心治你看管不严重罪。小人罪该万死，立刻清理水渍，惊扰大人实属无意。咱家即刻启程回京复命，静候陛下降罪顾家的圣旨。事成之后，定当重金答谢问世。已经顺利调换部带，信使带走的全是皇后裴天恒密谋构陷的拓印证据。时隔数年，我们终于拿到洗刷顾家冤屈的凭证。陛下看过真相，梁皇后与裴天纵的末日就要来了。这么久的隐忍冒险，总算没有白费。今日，医馆病患全部痊愈，村民送来不少米面布匹，我们物资充足。园区即将昭显，往后不用你日日进山冒险，暗中布局。等圣旨平反，我随父亲重回边关，守住顾家世代戍边的职责。这是我母妃遗，象征清白坚韧。等风波平定，我8抬大轿明媒正娶，护你一世而无。如今冤屈尚未彻底了结，儿女情长暂且搁置，等顾家恢复清白，我再给你答复。无妨，多久我都愿意等。穿越前孤身奋战在战场，如今有至亲真心待我的人相伴，这一世不再孤单。主线阶段性任务完成，空间扩容，新增大量珍稀药材，全套外科器械。当初流放山路九死一生，全靠乔儿医术撑住全家，也多亏九王爷倾力相助。我们能走到今日，靠的是一家人同心动德。无论京城传来何种消息，我们永远不离不弃。奉天承运皇帝诏：前大将军顾振山通敌一案经查实，乃皇后梁氏边关裴天纵蓄意构陷，伪造人证物证，蒙蔽圣听。顾家流放罪责即刻撤销，恢复顾振山大将军官职，废九王爷萧楚燕沉冤得雪，恢复亲王爵位。梁皇后、裴天凤即刻收押回京审讯定罪，钦此。我们终于不用困在这荒山流放地了。爹，我们能堂堂正正回京城了。往后风雨，我永远与你并肩。陛下听闻你医术超凡，回京后册封御前女医，执掌太医院。恭喜顾家沉冤昭雪，前路一片澄途。带回去吧，路上吃。顾姑娘，我们永远记着您救全村的恩情，回京千万保重。流放之路满是磨难，却也成全了我与家人，所有苦难都已成过往。携空间穿越，救家人，翻冤案，惩治奸逆，真正完成逆天改命。